政黨哦，11月28號9合一選舉，今天算100天，所以100天嘍，進入100天啊，那等於最後衝刺了哈。國民黨說希望蔣萬安效應能夠擴大，覺得蔣萬安也很到處跑嘛哈，除了台北市以外，其他地方也希望能夠這個有蔣萬安的效應。民進黨就打福利牌，你看一人發1萬，對不對？然後是什麼這個加4000，什麼第三種什麼部隊加4天的，反正就搞這些東西啊。所以呢，因為民進黨有資源啊，政府那麼多預算，對不對？資源，所以可以打福利牌啊。那另外呢，國民黨議員洪建義提案說，台北市應該發2萬，因為蔣萬安有說發2萬，蔣萬安的發2萬是中央發2萬，因為中央超收了8000億的稅啊，今天會超收8000億的稅，你一人發院才2300多億啊，對不對？你就發2000，一人發這個2萬才5000多億啊，你還剩下2-3千億啊。那說那所以有台北市議員說，那蔣萬安自己發嘛？蔣萬安說我沒有資格啊，因為台北市本身如果這個要發就要動到税基剩餘，就拿老本來發，跟今天中央的增加稅收的收入是不一樣的哈。而且呢，蔣萬安就是民進黨是雙標，去年呢要發1萬的時候，民進黨就說這是共產黨的招，窮台了，就是把台灣搞窮了，老共就來了啊。那今年為什麼就可以發了呢？那民進黨就說這個你乾脆去選總統算了。蔣萬安說沒有，我專注市政。不過蔣萬安現在民調是藍營裡面最高的了哈。不過呢，蔣萬安因為現在專心選市長啊。那另外呢，卓榮泰拒絕發2萬，說難道要把社福預算都排除掉嗎？沒有叫你排除社福預算，你明年稅收本來就會，明年稅收本來也就要增加，大概要3兆6到4億的稅收啊，大概可以到4兆，3兆6的稅，然後4000億的這個不是稅收的收入，政府很多規費啊什麼收入，所以明年會有4兆，預算變3兆6，這是中央的預算，所以哪有排除社福？我剛不講嗎？國防預算1兆，社會福利預算明年編1兆2千億，完全沒有排除。那你今年加的2萬也是今年的正交稅的超收嘛？怎麼會影響到明年社福呢？都亂扯一通，就是他們信口胡言，都不看那個數字的哈。那另外呢，卓榮泰說這個1萬並不是雙標，因為上次說發1萬是幫助老共來窮台，現在就沒問題。說因為呢，這是共享富民，不是窮台。就是去年國民黨提議的時候，就叫做窮台，幫北京窮台，幫老共窮台。今年賴清德先喊出來，這叫償富於民，叫富民。說這還不是雙標哦。那另外呢，民進黨罵蔣萬安，也罵盧秀燕，說你們邊喊窮還邊花大錢，說地方沒錢呢，還叫我們發2萬啊？為什麼叫你發2萬了？不是地方要發2萬了。所以呢，聯合報是說，一方面大撒幣。一方面呢，又說老公要來了，北戴河開會賣這個芒果乾，所以呢，這個反正綠的也是同樣一招，藍白反制也是同樣一招啊。那普發1萬，聯合報問就能收買人心，踐踏憲政嗎？我們看一下。市長，您不要再問 A 答 B 了，保利，否則保利答得非常清楚，就問題回答問題，清清楚楚。我想我们市府团队教育局。綠營議員也接力追問蔣萬安，說反諷應普發2萬元的事。保利答 B，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問 A 答 B， 今天是你自己沒有針對問題啊！你是要我們台北市用老本來發，但是中央是超徵的稅收。議員，你要不要說明一下？民進黨的議員幫你提案2萬，結果國民黨的議員阻擋你的2萬，這不是很好笑嗎？蔣萬安也不遑多讓，同步分貝輸出。眼看距離選舉只剩100天，綠營群起上陣。還要多1兆多你不要再保利答 B 了，你要不要考慮多發一些呢？我希望市長你不要淨跟中央唱反調，不然我沒有唱反調啊！你放棄連任嘛，你去選總統嘛。我認為你超收稅收很好，直接去中央執政了。那當然，你要不要放棄？可以紅利分享給全民，還稅於民也很好。作為一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現在是市長的候選人，出來正經八百的在那邊講說，他挺這一次的2026年民進黨發的1萬，他的3個原則通通都經不起考驗，而且變臉之快啊！跟川劇差不多。難得有藍營議員的棒次，趁止血要幫同黨的市長一把，讓一掃的議會炮聲隆隆。好，那麼到底這個議會的這個攻防怎樣？嘉瑜怎麼看？
這個我們中央現在要普發1萬元，就是用魔法打敗魔法嘛。因為過去國民黨就是先喊先贏，那這一次我們當然也跟着加碼1萬塊。那最主要就是剛剛講的證交稅，去年的時候我們證交稅大概2900多億，今年到現在呢，我們的股市只要成交平均每天達到1兆，我們就有5000多億的證交稅。那現在預估至少有1.25兆平均每天哦，所以我們至少在5000到8000億之間的證交稅就是我們今年可以收到的，所以這樣子的金額相較於去年已經成長將近3倍。那我們普發1萬塊，每個人大概這樣子算下來大概是2300多億嘛，2357億，所以政府是有這個金額有这個預算可以來發的。那但是因為蔣萬安就喊了一句說，我認為1萬不夠啊，應該要發2萬。那大家當然就會去針對台北市政府的市政，認為說，去年台北市政府的稅基剩餘有500多億啊，那今年就算再怎麼樣，你也超徵了35億，那你是不是也要來演你說你要發多少的現金給台北市民呢？因為去年民進黨台北市議會黨團就提案，蔣萬安每個人發2.1萬，因為有這個錢可以來發，而且國民黨那時候也認同也支持結果蔣萬安也是沒發嘛，所以我覺得蔣萬安他自己可能要思考說，當你講這些話的時候，人家會看你怎麼做，更何況台北市政府現在最被詬病的就是你錢這麼多，就你大傻逼亂花錢，那個遮陽傘對不对？在信義計劃區一支要740萬，比保時捷還要貴，人家這個開合自動還不用你手動的，一支只要90萬啊，你花了700多萬，所有的民眾一看就會覺得說，你這樣亂花錢，不如把錢拿來給我們市民或是弱勢團體，是不是大家會覺得更有意義？所以如果市長你不會花錢，你亂花錢，那民眾看了會更痛心啊。所以蔣萬安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他的市政問題有沒有做好，包括今天大家所關心的虐兒案，在台北市有這麼多虐兒的案件一再發生，尤其這個夏利斯幼兒園，因為蔣萬安的小孩就在這個托嬰中心寫了一個感謝信，所以後來爆發的這個虐兒事件一再的發生的時候，台北市政府毫無作為，那大家會認為說，這個幼兒園把你蔣萬安拿來當護身符、免死金牌，把你的感謝信拿來當宣傳的時候，你蔣萬安有沒有針對這個幼兒園去提告，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如果你沒有硬起來，你看連徐立信都生氣了，他是無黨籍，而且算是比較偏藍的。這次的這個虐兒案就是他揭發的，因為連他都看不下去，這些家長2年多來不斷的陳情，可是都沒有處理，直到議員開記者會，台北市政府才說我們會從嚴、從速、從重來處理，但是要你設一個專案的諮詢給家長協助，你都不願意，這就是蔣萬安今天在市政府所面臨的問題。來，醫生。這個普發現金呢，去年藍白開始的是基於還富於民那現在呢，其實立法院也在研議要法制化把它固定下來。那去年普發現金藍白開始的時候，民進黨怎麼說呢？其實大家也討論很多去年普發民進黨說這個叫窮台，今年普發就變富民。那去年呢，這個卓榮泰說普發是這個違憲舉債，那今年就變成合憲富民。那去年一堆人呢，這個青鳥說我們不要領。那請問一下，現在誰願意把這個1萬元退回去呢？去年拒領叫愛台灣，那今年領錢就叫做共享紅利。所以我們看到呢，其實這個普發現金這個議題雖然嘉瑜說是這個用魔法打敗魔法可我們也看得出來，這個就是民進黨很多雙標的一些作為。你看一下新北市長候選人蘇巧慧，他是立法委員啊，他在去年的時候藍白要推所謂的普發現金，他就說哇，這個是國會亂象，不該通過的全部都通過了。那再來這個普發現金，去年立法院通過的時候，蘇巧慧也在所有的抗議的這些立法委員裡面，然後說，這個行政院要提出復議啊，我們不要普發現金啊。然後呢，我們大家研究要不要釋憲啊，我們不要普發現金啊。那今年呢，因為蘇巧慧要選新北市長，他馬上就說，哎呀，賴清德做得好，我們都要普發現金。那回到這個台北市議會，其實民進黨呢，現在在議會就一直想要貼蔣萬安很多的標籤，叫做什麼保利達 B。那我認為這個標籤其實就是無效的嘛。你看剛剛這個議會質詢的畫面，其實蔣萬安市長也是實問實答，但是呢，民進黨議員也是為了自己的選情硬要去操作。比方說呢，簡舒培問說：“哎呀，你這個兒虐案啊，這個團體訴訟怎麼樣？”其實蔣萬安市長也是列了很多點去一一做說明，法務局也去做說明。反倒是這個沈伯洋立委，他現在要選台北市長，他倒是以毒亂回，包含像這個核電的立場啊，亂回說啊，韓國能源怎麼樣？那兒少保護專案呢，他也沒有去質詢。那這個是真的是關心兒少嗎？那還
有啊，這個沈伯洋也去扣這個所謂的雙城論壇統戰，但是也拿不出所謂的具體證據。這些民進黨議員、民進黨立法委員完全都沒有看到嗎？所以，與其去創造很多的洋流，那我倒認為你是不是看一看我們新北市有所謂的川流啊？你要去扣保利達 B， 不如呢大家回到市政，倒數100天，好好的為市政來努力吧。休息一下再回來。趙建銘今天晚上從越南回台灣，因為到越南4天啊，而且跟他的獄友一起去啊。原來陳信宇放話，所以他要跟女大學生一起去。哇，大家很注意，女大學生到底是誰？就跟他獄友去。那他的朋友就幫趙建銘喊話，說呢，趙建銘回台灣以後，要在機場打破過去的沉默，要發表聲明。哦，因為之前都覺得趙建銘很低調。很陳信宇講嘛，還是不回就不回了嘛，對不對？結果沒想到呢，大概是難忍寂寞哦，所以一定要打破沉默哦，不要在這個被陳信宇一方之言呢，一直講他啊、哦。那朋友說趙建銘的心情跌落谷底，因為呢他們離婚，而且簽下了離婚協議書，就表示已經經過談判了嘛。哦，大家都講好了，所以才會簽協議書嘛。哦，所以呢，趙建銘也不是公眾人物啊，所以不想違反保密，他們離婚協議有保密協定，但陳信宇有講是有保密協定啊，他講的都不在保密協定裡面了。陳信宇這樣說，是保密協定以外的，因為保密協定也很難簽的面面俱到嘛，哈。所以呢，只是有一個張小姐替趙建銘打抱不平，哦，你覺得陳信宇講的話能聽嗎？哦，而且呢，說陳信宇曾經說要抓這個許，抓了5年都抓不到啊。所以是不是有另外一種可能，根本沒有這個事呢？所以你抓不到呢？而不是你抓不到，根本沒有啊！哦，那趙建銘要發表聲明，陳信宇說我不怕哦。不過呢，雖然我不怕，但事情似乎不是往好的方向走。為什麼呢？因為他說原來啊，趙建銘的媽媽有跟孩子說呢，趙建銘回國就會處理那個2300萬，這個陳信宇說每年贈與孩子的錢，哦，所以他覺得可以圓滿啦，我就要掙這個錢啦。你趙建銘說你會理財，那理在什麼地方呢？2300萬，照理講這幾年股價這樣漲，應該變成5000萬、6000萬啦。哦，陳信宇沒有這樣說了哈。如果好好會理財，應該起碼增加1倍嘛。那些錢到哪裡去呢？所以趙建銘說，趙建銘的媽媽跟他的這個孫子說，趙建銘回國會處理。所以本來陳信宇以為是往好的方向，就看起來他要在機場發表聲明哦，所以呢讓我的心情不好了，覺得事情似乎不是往好的方向走哈。那另外呢，搞一個王醫師出來哦，王醫師呢也出來一直替趙建銘講話。那說陳信宇說，我唯一的盼望就是把小孩的教育基金還來啊，你不要說基金控制在你自己手上啊。那王醫師到底是誰？所以也有人認為說，王醫師是不是趙建銘自己啊，冒充一個趙醫師，冒充王醫師的名字啊？而且他們去查 IP， 說在越南呢，趙建銘不是在越南嗎？怎麼王醫師也在越南呢？網友在那邊猜來猜去，抓來抓去了哈。所以呢，這個到底王醫師是誰啊？那另外呢，這個據陳信宇講，陳信宇的兒子跟趙建銘兒子病痛，好像趙建銘好像也不太關心。然後呢，陳信宇到美國參加他的長子畢業典禮的時候呢，趙建銘就偷偷搬家，不告而別。那陳信宇帶了陳水扁去趙建銘的診所呢，然後呢，在診所沒有人理陳水扁，哦，診所人都不理陳水扁，所以2個人只好離開。那吳淑珍有一段時間呢，身體不好，命危，想見心愛的女婿趙建銘一面呢，趙建銘也不願意。哦，說到底怎麼回事？哦，說呢，這個趙建銘認為說自己入獄是陳水扁默許的。甚至還有人說，這是陳水扁要求特赦的條件，就把趙建銘關起來。哦，那心理醫師說，這叫做恩情反轉。什麼叫恩情反轉呢？就原來覺得有恩情的，就完全倒過來。哦，覺得不但沒有恩情呢，反而有仇恨，都你害我的。哦，那現在呢，台南的網友發起了叫雜美藝術節。哦，有4個團體，我看有這個古都木偶劇團，有這個孫凱琳歌劇團，有這個春美歌劇團，有這個秀琴歌劇團，4個劇團要在這個我看要在什麼時候？這個9月18、9月20、9月21、9月22
在台南演這個各種劇啊，力挺陳憲宇，而且呢說他們已經付出100萬定金了，演出主題就是芳街，演了雜這個趙建銘叫陳世美所以叫雜美藝術節要演包公怒斬駙馬爺雜美案，所以用傳統戲劇幫陳憲宇出氣，我們看一下。20號一早，台南下着大雨，陳憲宇的 OOTD 穿了短袖的條紋上衣、長裙、涼鞋，背着跟前幾天一樣的袋子，即便下着雨，還是很有氣質，從從容容的上班。但講到這事，一肚子火。王醫師 PO 的那一篇文，我感覺那個就是趙建銘找人出來寫，或者他自己寫的。原來網絡上出現個賬號發文都是為趙建銘反擊。19日下午再度發文指陳憲宇終於閉嘴了。原 po 還說自己見到很多內幕，所以不受保密條款約定。另外還連帶攻擊前總統陳水扁，最後不忘提到都是陳憲宇的一面之詞。我身邊很少，就是你恨扁家的人，又同時恨我，恨到3個人，恨到入骨，又用那些字眼的。我身邊我就只有趙建銘一個人。如今有網友自發性表示，沒有布袋戲的話，歌仔戲也可以，不用募款，他要自己出錢，只是拿自己損益的一小部分出來教趙建銘怎麼做人。更公布了4場自辦活動，除了包公斬駙馬，還要上演陳世美之外，就連林投姐活捉周阿私都將演出。除此之外，還要板凳。那種仇恨是那種恨到骨子裡的，对啊。你說藍營那麼多名嘴，他們整天在罵扁家，但是。就是說連什麼全部罵進去的，就是只有趙建銘一個人。講八通地安尼啦，是還未敲定確定安尼啦，李志雄有敲定安尼啦。蔡是講叫較早於2001年結婚的也才啦。號稱要邊吃板德邊看雜美戲，身邊人斥資200萬，找來當年負責陳憲宇歸寧的大廚阿雍塞，要復刻當年陳憲宇婚宴菜色。阿雍塞證實有此事。至於這個神秘人，根據了解，已經變成自發性的民間團體，重頭戲還在後頭，火王仔們吃瓜關注。好，這個雜美藝術節5天已經訂了100多桌，網路說已經訂好旅館，嘉義訂的旅館嗎？會去嗎？據我了解，我身邊還蠻多朋友現在想要揪團一起去，因為台灣人確實是很疼惜這個陳憲宇出錢出力，而且大家很有創意，還有很多人說要捐烤雞啊、飲料啊，所以到時候有吃有喝，還有戲可以看，當然是一場很歡樂的嘉年華。你會去嗎？我朋友已經在揪，我都要看時間，因為畢竟現在很忙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凸顯說，大家知道趙建銘租給那個護理師許的那個房子啊，市價是4萬，他只租他1萬，1個月管理費還要6000，你就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豪宅。結果你這樣子對許是怎麼樣對陳憲宇跟他的小孩？你說2300萬的教育金啊，或者什麼，你要拿去用，可是你對一個非親非故的護理師這麼好，但在陳憲宇的角度跟心裡會如何去想？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到現在當然是家務事，可是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疼惜陳憲宇，會認為說趙建銘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你享盡了特權，你自己做的這個內線交易等等這些案件，你要自己去負責任，可是你卻把問題丟給說，要不是扁家怎麼樣，我當初娶你，你就應該要給我保護。可是他在這個監獄的過程中，也是在外役監，而且呢，他過得還比別人還好。要不是因為扁家，趙建銘可以這樣嗎？所以我覺得趙建銘也是一個不知感恩的人。今天有這樣的下場，全台灣都在看。香龍。我就聽你们在講，當然這個聽起來很八卦了。但是，比如剛剛講到房租租金，你不覺得民進黨租房子房租都很便宜嗎？這已經變成是一個，這就是一個標準的模式。你知道房租很便宜會導致你對於當下的社會的經濟情勢嚴重的誤判，因為房租跟外食是你感受通膨的最主要的2個力量。所以當民進黨的房租都比人家便宜很多，都可以用4位數呢去租到人家5位數的房子的時候，你一定會覺得通膨不嚴重，你一定會覺得你的日子是很好過的。好，但是呢，我覺得，因為這是他們家的事了。其實你說大家看等到這趙建銘講話，可是
我比較提醒就是說，不管陳信妤他有多少的委屈，因為陈信妤講了很多嘛，但是當呢這個事情呢已經成為呢大家呢高度關注的這些呢在風花雪月的時候，它一定會造成台灣呢接下去呢對類似這種的議題，已經非常清楚的網紅化跟戲劇化。網紅化就是說會有許多人去蹭這個些新聞。我估計啊，如果那個呢，就是說呢，這些呢雜美的這些劇一上演的時候，你不用擔心說一定會有很多政治人物去蹭。因為那個呢最高的能見度呢都在那個地方。第二個會用非常戲劇化的方式呢去包裝一個嚴格講呢就是說呢私人但是呢又公眾關注的一個議題。但這種網紅化呢跟戲劇化，讓許多的事物它都呈現出一種過度簡單的公審，或者是過度簡單的平反。比如說陳信妤現在他一定會感覺到他被平反了。他過去所有受的委屈呢，今天呢都被高舉，現在都開始有氣質了。就是他在過去這種的20年，我都沒有聽過有哪個媒體記者在堵他的時候，告訴我們說呢，陳信妤是很有氣質。現在氣質都出來了。我不是說他沒有，我只說你就知道那個用的媒體所用的語言當中來講呢，他有非常清楚的媒體的立場，在平反某一個人，在公審某一個人。好，但是呢，剛剛我們在談到了發一萬塊現金的事情啊，容我講一句話，我覺得民進黨，尤其像是賴清德啦、潘孟安你們這些人，或者卓榮泰，因為你們都已經是高階的政治人物，我覺得台灣進入到了一個很麻煩情況，就是今天的主政的或者呢有權力的政治人物，你們普遍都放棄了你們的中心思想。你們在面對到政策的時候，你們基本上面呢沒有自己一個嚴守的立場的尺度，此一時彼一時。剛剛的高嘉瑜說呢，用魔法打敗魔法，錯，你們呢是個邪教啊。基本上面的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怎麼會是魔法打敗魔法？你的中心思想在哪裡？你有中心思想的時候，你知道呢什麼是財政紀律，你知道什麼叫做呢？就是說呢，與民共享。如果呢你自己的原則夠清楚，你就不會呢去年呢徹頭徹尾的反對，扣上一大堆的帽子，甚至於呢把老共呢窮台呢都拉進來，但是今天把所有的話全部倒過來講，這種就是證明就是你完全沒有任何的中心思想，就像過去呢反核呢反了幾十年的時間，好吧？今天呢當 AI 需要用電的時候，核能的所有的安全問題你就都不考慮都不談了嗎？今天呢對所有的電力的問題的時候，你就採取急就章的方式，這種就是說你完全沒有呢中心思想去面對到這些。老實講，台灣當然是有條件，在你每年的稅收裡面呢，按照一定的比例，除了呢平衡呢，就是台灣現在呢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我說台灣底下的50%的人，他們的總財富只佔了台灣的8%，上面的50%分掉了92%，最前面的10%是最底下的10%的人的66.9倍啊。這種的差距，它絕對具備呢社會革命的條件。如果你今天呢就是很理性的告訴老百姓，我們現在呢已經是全世界呢每天的成交量第4大的股市市值第4大，我每一天的證交稅的收入就1億美金，我的政府的財政。連了的這個國際貨幣基金會呢，都告訴我們，就是說台灣的政府的舉債率呢，其實很低，財政呢，其實在全世界的主要國家裡面，台灣的財政呢，其實負擔呢是很低的。我們有還富於民的條件，你用這樣子講，你去年就不會反對，今年就不用很尷尬的去支持。所有的執政者在野者，當你有機會掌權的時候，你都應該嚴守你自己的中心思想，把所有的政治的信念都應該擺在最前面，而不是拿來當做政治消費的工具啊！休息一下再回來。好，國民黨跟民進黨昨天都到彰化啊去開這個行動中常會哦，那結果呢，這個。本來邀請了王惠美，就彰化縣長去了，但是呢，王惠美第4次不跟鄭麗文同台，哦，而且呢，他說為什麼我生氣？因為我透過媒體才知道國民黨提名魏平正去參選彰化縣長，
意思就是說沒有尊重我現任的彰化縣長啊，而且叫我服什麼選。那鄭麗文是說我們姐妹啊，感情好得很，沒有心結啦。哦，那雖然王惠美缺席中常會，是因為我們沒有找到縣長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哦，所以呢，這個黑馬王子他不願意來啊。那王惠美有500字在臉書上寫文章，說我會善盡黨員之責。哦，所以換句話說，黨員之責就是要輔選啦。哦，所以呢，雖然沒有同台，但是可能還是要輔選啦。那另外呢，民進黨也在彰化開行動的這個中指會，賴清德說要彰化加速進步，要選陳樹岳。哦，我們不是選舉才空降他是立委啦。哦，那另外呢，這個2個中常會都在那邊開，鄭麗文喊話，我們要團結挺魏平正，因為國民黨已經提名了魏平正。那這個彰化本來有3個在地的這個政治人物要選。這個爭取提名就都沒爭取到嘛啊，那王惠美4次放鳥鄭麗文哦，那卓博源就說彰化基層已經炸鍋了，所以呢變成地方可能要支持民進黨，支持這個邱建富了。邱建富是變成民進黨好像變成5黨吧啊，那所以呢要支持邱建富。不過民進黨一向如果脫黨的話呢，其實得票都不會太高，好像很少人得票高的哈。那另外呢，卓博源是前這個彰化縣長吧哈，他轟鄭麗文硬塞人選，說你這樣是霸凌王惠美，而且呢，你國民黨現在提名魏平正，他沒有糧草，怎麼選哦？那但是呢，魏平正不放棄，說讓我延續彰化的執政。我們看一下，賴總統、賴主席馬在彰化開中常會。不知道的，我還以為他在跟蹤我。開酸總統賴清德跟蹤國民黨，因為藍綠不約而同都選在19號前進彰化舉辦行動中常會。真心是在地骨力拍拼超過20年，不是選舉的時陣才空降來到彰化。可以提國民黨搞空降，總統話講得很酸，但也點出藍營困境。因為自從提名魏平正後，引爆空降爭議。鄭麗文4度來到彰化輔選，現任縣長王惠美全缺席，甚至反過來同框賴清德。而這一回再度缺席，也不意外。我們2個姐妹沒有心結啦，當然最後的過程，我們沒有辦法真的找到縣長心目中完美的白馬王子。我也是一個黨員，只是我沒有接競選總部的一個職務。有爆料說，當初彰化出小會卡，就是因為王惠美有這件事情嗎？至今怎麼看卓博源提出要全民調呢？王惠美4度避同框鄭麗文，就連行動中常會也僅事後發文說，在國外參訪時才透過報道知道提名魏平正，慶幸在鄭主席領導下能勝選，話中帶酸。國民黨黨務人士爆料，去年底鄭麗文早就拜會王惠美，王惠美表達謝依鳳、柯成芳跟洪榮章都不會當選，要國民黨再找人。也因此，王惠美在1月10拋出提名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的聲音，但黨中央勸進無果，最終才徵召魏平正。黨務人士直言，提名過程全程尊重王惠美，要不然一開始就辦初選就好。彰化基層都已經炸鍋了。他說他下面的代表都要支持邱建富，我說幹嘛去支持邱建富？他說陳樹岳投不下去，魏平正根本不獲得認同，所以他們只能支持邱建富。中央也沒否認這一段提名內幕，只盼團結勝選。而彰化縣8年的魔咒能否破解，仍在王惠美的一念之間。然後其實我過去說很多次，彰化非常重要，因為它是6都以外人口最多的一個縣市，而且大家都知道，得中台灣者得天下。那我們中台灣中彰投，那現在看起來彰化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完成整合，那當然很擔心會變成中台灣的一個破口。那不過，我覺得現在我們看到彰化的這個狀況，我必須說，連我們台北很多的支持者都開始焦慮，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為什麼到現在還吵不停？啊，那到底我們的縣長是不是支持呢？啊，那到底能不能整合呢？那原來的提名的這個機制又到底是什麼？我老實說啊，我覺得就說。王惠美縣長她是一個非常好的縣長啊，所以當這個賴清德說彰化需要一個好縣長，或者他說這個盧秀燕啊只贏這個彰化縣，我覺得對王惠美都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個評價。但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就說有幾次到彰化去做造勢，然後有4次縣長都沒有出現，老實講我也不大能理解啦。說實在，我始終覺得，我們有一些縣長是確實他的表現非常好，可是執政那麼久之後，並沒有接班人啊。那我們也都知道，
王惠美縣長後來呢，他中意的人選就是新北市的副市長劉和然哈，劉和然也是非常好的人選，大家也知道，他原來是希望選新北市，但是呢，他也非常的君子的風度，後來也都支持川博，可是他要讓他選彰化，他就是不願意選啊，所以我要講就說我們。王惠美縣長，你中意的人選劉和然，他自己不願意選。今天並不是黨中央不讓他選，壓制他，然後硬要推魏平正，不是這樣子。所以我覺得某一個程度哦，到現在為止啊，那王惠美縣長說他是國民黨員呢，他會負這個黨員應盡的職務，我覺得這樣子很好啦，也許可以讓我們一些支持者安心。但是如果在行動上啊，一直就是拒不，就是不要合體，也不要同框，然後讓大家外界感覺到我們国民党在這個彰化還是非常不公平的啊，對不起，是不團結的，非常不团結的。那你不要說人家見縫插針，很容易見縫插針嘛。所以我覺得某一個程度啊，我也希望啊，縣長，我不曉得縣長有些什麼樣的心結啦。那或者覺得黨中央有沒有足夠的尊重，但是我們所了解，你要的人選是那個人選，劉和然他不願意選，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如果還不整合的話，那真的難怪我們很多的支持者都非常擔心了。無論如何，我想縣長他過去的政績，他從當鎮長到立委到縣長啊，我必須說啊，也是我們很多國民黨籍那時候。彰化也有很多的派系，也是大家一起支持你嘛。如果不能團結，然後大家各有心結，那其他縣市你說他沒有心結嗎？所以我老實說，我現在也要去反映我們現在很多支持者的心聲。如果再不團結的話，你講再多都是沒有用的啦。宜臻。刚刚賴清德總統賴主席其實說錯了哈，魏平正他並不是空降，他是彰化的在地人，他在這個社頭鄉長大哈，家族也都是在彰化，對，而且呢，他在這個工作服務也都是在彰化，所以也請賴清德主席呢要把對手哈研究清楚。那現在呢，今天已經是這個投票倒數100天哈，11月28號投票，那今天呢也做了這個選舉公告，那很快的就是下周一8月31號，其實各層級的這個候選人也都要到這個選委會去登記哈。那當然，現在彰化這個相當大的問題，或是大家的一些擔憂，就是這個整合感覺上好像是沒有完全的站在一起。那所以現在黨內的整合其實就是現在最重要的工作。那當然，鄭麗文主席呢，他身為國民黨主席，這個也是他最重要的一個責任。大家一定呢會持續的很努力的把很多的整合繼續的來做下去。那你看國民黨其實在很多地方都談所謂的非綠整合啊、藍白整合啊，包含像我們在新北市，其實這個藍白的整合也是相當順利的。那所以我認為在彰化這一席呢，就是我們當然就是繼續的努力，最後100天，也就像鴻維委員講的一樣，包含像王惠美縣長，他其實最新的貼文，他也是有強調說，他會善盡這個黨員之責啊，也會把憲政做好，最後做好到最後一刻。所以我認為最後100天，儘管我們有非常非常多擔憂，支持者也非常焦慮，但是我們呢，其實就是持續的努力吧。基本上，當然，我看着王縣長說他會善盡黨員之責了。不過，善盡之責什麼意思呢？就第一個，我不會去支持對手嘛，對不對？那就不是黨員之責了。但是我到底是100%傾全力支持，還是1%只是不反對，那就很難說了哈。王惠美是一個非常能幹的縣長，而且非常有魄力。我跟他這個面對面接觸過，那時候他輔選我，也是把地方的首長、國民黨都找來。一定要開出結果，否則後果你們自己承擔。嚇我一跳，哇！一個女縣長這樣有魄力，敢這樣下命令，我對她印象非常深刻。我看很多其他的國民黨的這個縣市長都沒有像她這麼有魄力哈。不過彰化因為先是那個謝逸鳳姐弟之間自己家庭這重男輕女，劉和然縣長是喜歡他去的，但劉和然要爭取新北提名就沒有爭取到。他不想回彰化，因為他家族，他現在回家都很討厭我一個人選舉，害得我家族整個都要被人家拿出來批評啊，拿出來檢視啊，所以乾脆算了啊。所以很多人不願意把自己的家人暴露在這個或者家族或者他們的事業暴露在這個選舉的對手攻擊之上，所以劉和然堅決不肯回彰化去。那整個情況就是這樣子哈。所以呢，彰化因為是除了6都以外第一大的縣，
哦，人口100多萬，他去年選總統副總統，我剛剛看了，選民都有100萬多哎，選民都有100萬了，所以這麼大的縣哦，所以對國民黨來講是重中之重了。休息再回來。好，上次总統副總統選舉的時候啊，還有那個大罷免的時候呢，很多里長都被傳。哦，所以你知道大陸就要傳到底有沒有怎麼樣接受共產黨的招待啊，然後再輔選的呢？後來幾乎都是無罪啊，但里長嚇死了，哦，里長真的嚇死了，因為你知道你被檢方傳去給你是這樣調查問東問西，這很害怕的、啊。一般這個沒有經過地檢署的這個里長們很害怕。現在全台灣里長都收到民進黨政府呢宣導反滲透法，哦，所以呢這個說你們要小心哦。哦，你們到時候不要這個近期新北、台中、士林、台南、橋頭等地檢察署都陸續推動哦這個選舉犯罪的這個宣導，所以被認為這是政治恐嚇。你又來了，你什麼意思啊、哦？你看，比如說苗栗地方檢察署這邊就寫啊，說呢正常旅遊是不受影響，但受人指示、委託或資助、免費或顯不相當低價招攬選民或到大陸或其他地區旅遊就有問題啊、哦，等等啊、哦。那另外呢，這個中檢檢察長寄給625個里長哦，說尤其是出資招攬的，後果最嚴重啊，細節就不談了，反正就警告你們了，不能夠去啊、哦，最好這個小心，不要以身試法。國民黨就說司法宣導應該說清楚法律界限嘛，否則的話，你這種是在茶會這種信就引發政治恐嚇的疑慮，大家都嚇死了哦。所以呢，檢察長一封信恐嚇里長，還是要防患未然。沈伯洋說要告訴大家哪些行為可能觸犯法律啊、哦。那另外呢，最高檢察署說這是法治宣導，而且我們的宣導有法律依據，不是根據我們的政治判斷哦。所以呢，里長如果你要大陸玩，你要小心，而且这個時候不要去大陸玩了哦。那這個。把這個兩岸交流都被認為是可能接受招待啊。游盈隆說：“是我挺啊，這沒有什麼問題啊。什麼問題呢？哦，然後呢，中選會8月28號要審3個公投案，游盈隆預估，如果是3個案都成立，會開票到清晨一兩點鐘哦。而且呢，這個藍白是推啊，公投印在同一張選票上，不要很多張選票，那更麻煩。游盈隆說要從長計議，說呢不要這時候急着修法，不要呢。”用自己的頭髮去試火，我們看一下。中選會主委游盈隆張貼選舉公告，代表1128選舉啟動進入法定程序，但藍白推動的3大公投有幾案能通過，中選會的審議時程要再延後。因為我們是在星期2傍晚才接到立法院的函文，所以我們8月21號的委員會。要審議3個公投案的這個委員會的舉行，延期到8月28號。選舉進入法定程序，也就意味違反選舉的公正行為都可能觸法。有380位里長就收到全國檢察長的一封信，信中首度特別提醒民眾和里長要慎防境外勢力介選，若接受赴大陸旅遊招待，將面臨反滲透法的重罰刑責。因為我任何的旅遊的話，我都是自費。司法機關其實不要把他們調查權，然後拿來作為服務政治或是政黨的工具啊，讓選舉選風能夠更好啊，我覺得這沒什麼問題啊，沒什麼問題，這個是必要的提醒手法而已，哪有什麼問題？但遭藍營質疑，國家用司法機器恐嚇人民，是不是有我們所擔心的這個假宣導之實之名啊？行恐嚇之實，執法單位呢，在這個選舉期間必須要告訴大家哪些有可能觸犯法律的風險，因為你是防患於未然。選前慣例的提醒信，偏偏反滲透法從未出現過，善意提醒也會被解讀成一種警告。我覺得宣導當然歸宣導了。你說宣導的話，如果說提醒大家的話呢，可能 OK 但是宣導的下一步，如果在選舉期間他採取行動呢？因為我宣導了，我告訴你了，你不能去啊，
所以你記不記得先前就對好多很多的里長就去旅遊觀光而已，回來就被約談啦。所以說他如果採取行動，那我覺得那就不只是宣導而已，他就恐嚇嘛，就拿司法檢調介入我們的選舉，然後去進行恐嚇。那如果這方面，如果他現在只是做一個暖身，用宣導來暗示接下來檢調可能採取的行動的話，那我就覺得那就非常糟糕，我就其實以為不可。那我覺得這部分的話呢，就要先奉勸這些檢調，拜託，我覺得民進黨執政時期，我們的檢調實在是太常成為政治打手了哦，就請你們把手腳給收起來啊，讓這個選舉該做的事情，就是選舉本身自己去選擇。不過我覺得当然，剛才趙先生特別提到，今天是100天，我覺得100天其實看得到的，我覺得藍綠現在，尤其民進黨就已經動起來了啦。我覺得民進黨動起來，這完完全全就是他實在太擅長這個選舉了，所以呢，對他來說的話呢，很多動作都做了。我們剛剛講普發現金，事實上是啊，還有什麼這個理由可以說啊，去年講成說什麼這個老共啊，這個窮台啊，這個賣國啊等等，今年可以發。其實不止這個，你說像那附屬權的問題，你說不附屬是在一個憲政當中的爭議，然後呢，那些法案通過，他不是不在乎他法案內容，不是不贊成哦，他法案內容都實施啦。你要軍警哦，你說什麼軍警加薪，我加啦，我只是不通過你的法令，我給你加，我加薪4%，而且我還給你發4000塊。然後呢，你說什麼兒童賬戶。一樣不附屬啊，但是我給了兒童的這個賬戶對成長津貼啊，所以民進黨是都照做，所以代表是說在野黨的政策內容很棒，但他不給你相關的法案通過，那代表什麼呢？一方面就是制造两院之間的紛爭，然後呢這個政治部分的清軋；二方面的話呢，就是買票嘛，說實話就買票啊。但是反過來說，那國民黨能夠幹嘛呢？我就到現在為止，王惠美這個我也看不懂啊。你說以黨員的身份站台，一聽就知道你是不甘願嘛。我說實在，一聽就不甘願嘛。你以為當然選舉選到現在，大家不知道嗎？你的條卡會動嗎？我都懷疑。所以國民黨到現在為止的話呢，當民進黨已經用這種方式，用國家機器、用國家資源、用 AI 紅利，別的國家在討論 AI 紅利，就是討論說是不是什麼要青年創業啦，要未來更多的未來基金啦，韓國都這樣想。只有我們直接發現金，發現金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嗎？不知道。但為了選舉嘛。然後其實這個招式過去都已經用過很多次了，就是上一次我們選立委的時候，那所有台北市大部分的里長全部被約談，手機被那個什麼沒收，然後搞得很多里長嘛嚇得要死，連我們很平常的造勢活動他都不敢來了，就是如此啊。對，新北也是如此。然後我再提一次，上次我也提過，一個基隆的里長也以同樣的理由，而且是把他壓起來一次不夠，壓起來2次，而且到選前在10天才放走他，最後什麼事情也沒有啊。國家賠錢，就是不停的用司法來干預選舉，影響選舉。司法宣導當然可以，就像蘭萱姐講的，但是這個法律界限真的要說清楚，不然呢，你這個兩岸的一些正常交流，或像剛蘭萱姐只說，很多里長就是一個很簡单的一些旅遊哈，可能還是會被問。所以呢，我覺得民進黨呢還是要審慎運用這樣子的工具啊。嘉宇，不降而殺謂之虐哦。那我覺得就是司法檢察機關就是要把這個法律的紅線跟界限在哪裡說清楚哦，不要讓這些里長們誤觸法網而不清楚說到底犯了什麼法。夏龙，剛主持人有問說西安希望能夠呢增加直航包機，但是台灣都不同意，因為今年陝西的旅遊是很熱的。